首先想请教一下管尧先生，对于美方通过所谓国安紧急拨款法案，蔡当局上蹿下跳，台防务部门周日甚至喊话要和美方商讨如何花钱，您对此如何看呢？管先生。好的，主持人。那么对于这场在众议院卡壳已久，但是呢又是强行启动的所谓投票，众议长约翰逊被公认是在做一场政治赌博，甚至呢在法案表决通过之后。CNN 电视台网站今天的头条分析文章还在强调说 ，Johnson's position is still far from safe。约翰逊的众议长大位远未稳固。那么更是有媒体调侃，通过这个原物案，这就是约翰逊的政治墓志铭。诸如格林等共和党的强硬派众议员，他们逼宫弹劾约翰逊，像前任麦卡锡那样被轰下去，在国会山分分钟就都可能会上演。也因此这次投票涉及中国台湾的法案操弄与权力游戏，尤其值得我们关注并且警惕。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次呢，在众议院强行闯关成功的是总额高达953亿美元的2024年国安紧急补充拨款法案，这呢是所谓一揽子法案。那么顶着党内特朗普阵营的压力搞所谓的全院投票，约翰逊是做了专门设计的，将法案一拆为四，并且呢又加进涉及到强行剥离 TikTok 的条款，以所谓21世纪以实力促成和平法案的马甲来做包装。那么这就设计出了背靠背进行的4轮分项投票。那么从投票结果来看，这第3项表决的所谓印太安全补充拨款法案，它的得票数是385对34。在4轮投票中，赞成的众议员数最高，反对的人数最少。那么印太安全补充拨款法案呢，它所涉及的80亿美元军事安全援助的大项，主要是流向中国台湾的，因此被不少美国媒体直接简化为所谓的台湾条款。在我看来，最新投票再次见证国会山这一权力运行潜规则已经近乎公开化，大选年里展现对华强硬，操弄难打台湾牌，正在成为华盛顿的政治正确，成为驴象两党为数不多的共识性的行动。那么鉴于美国参议院已经在2月间通过同类的一揽子法案，那么众议院通过的版本将会送往参议院，和参院版本来合并成文，最快呢将会在下周2表决。因为民主党掌控着参议院，新法案通过是大概率的事件，而拜登呢一定也会在第一时间签字国会递交的法案文本。那么这大概也是蔡当局有人上蹿下跳、兴奋表演的动因所在。这当然构成中美关系的最新的挑战事态，是对拜登承诺所谓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的反言与反复，是美方在中国最核心利益上的折腾、挑事与越界。当然呢，是涉全球最重要双边关系的第一道红线问题，那么中方绝不会听之任之，会以最严肃的方式来向美方警告，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风险是台独，中美关系的最大挑战也是台独。下周访华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势必会当面迎来中方的严正交涉，同时呢，更要在这里告诫岛内的防务部门，指望与美方商讨所谓的援助基金怎么花的问题，那根本是在痴人说梦。因为呢，未来法案即便签字落地，同样是面对各种的不确定性。那么在您看来，美方所谓涉台军援法案会落地实施吗？又面临哪些不确定性呢？我想最大的不确定性当然是来自正在纽约出庭应诉封口费刑事官司的前总统特朗普。华盛顿邮报注意到，日语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专门的新词，叫 Moshi Tora， 转译过来就是呢，假如特朗普。东京政客们现在都在操心，假如特朗普胜选的话，日本怎么办呢？这实际上也是外部世界都在担忧的所谓的特朗普风险。那么正因为特朗普此前公开放话，在进白宫之后1天之内就可以平息俄乌战争，但是呢，不会再给乌克兰一个子了。作为约翰逊妥协交易的一部分，昨天美国众议院表决的援乌法案所涉600亿美元的这个军援中有100亿美元被列明是作为贷款发放的，也就是说乌克兰要还这笔钱。当然了，法案也列明总统有权在2026年决定是否对乌克兰豁免偿还。那么关键的问题来了，
后年如果真是特朗普在白宫的话，他会选择豁免吗？下一个问题自然就是，特朗普还会爽快地向中国台湾来撒钱援助，做他早就认定的亏本交易吗？那么在拜登任内又是什么样的一种场景呢？我提醒台湾相关部门那些个跳脚表演者们，他们好好读一读美国防务新闻月初的一篇重磅调查，岛内已经有媒体把它翻成中文了，将其归结为美方无人敢答的一个所谓的棘手问题，也就是所谓太平洋问题。为什么美方对军事威慑中方投入不足？美报就声称，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索恩贝里4年前提出2大战略追问：美国为防止与中国大陆发生军事冲突，究竟花了多少钱？这些钱是不是足够？那么基于这样一个战略设计，索恩贝里提出太平洋威慑计划，也就是 PDI， 相关法案也已经在国会通过。但是呢，根据防务新闻的追踪调查，法案落地实施的这几年间 ，PDI 它的真实投入，也就是钱的问题，已经成为无人敢答的一个追问。驴象两党现在都避之唯恐不及。美报甚至引述美军2任印太司令的一致的判断：面对中国大陆，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所谓常规威慑正在减弱。台湾防务部门还有人叫嚷着要商讨所谓的援助事项，这纯粹是属于瞎扯淡。在我看来，那不过是制造更多军售凯子的画饼。且不说军援还在纸上，就论台当局已经买单的所谓的军购案，还有几百亿美元的押单呢。连路透社今天的电稿都在做背景交代，岛内自2022年起就一直在向美方抱怨，诸如毒刺导弹等订购的防空武器的这种交付是一拖再拖。对此，台湾防务部门有商讨权吗？商讨有用吗？值得注意的是，民进党当局第一时间对美方表示感谢。台防部门称，法案中19亿美元指定供美国防部用于协助台湾地区及区域伙伴，包括回补美国防部援台军备，支持美国防部对台的军事服务、军事教育及训练等。台防务部门声称，美国会充分展现美方对台湾坚若磐石的支持，将与美方协调相关预算用途，确保台海和平稳定。实际上，美国媒体近年来多次报道，美国对台军售延迟交货愈演愈烈。据悉，累计合约金额已经高达190亿美元。有岛内舆论指出，美国武装台湾提出所谓豪猪战略，实际上是美国布下的杀猪盘。这军援的项目是什么？他没有讲清楚。军援项目什么？对，我们再结合前一阵子美国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要把台湾当作一个弹药的储存的一个工厂的场地，或者在台湾生产这个各种武器弹药。我觉得他就把台湾当作东南亚一个兵工厂。